终于 iPhone 16 Pro Max 到手了，那这一次呢，官方说他们的散热有改善，但是真的有及格吗？毕竟我是真的被这个15 Pro Max 有雷到就是软的时候过热，然后拍出来整个糊的。这次呢还有一些新功能，像是照片可以开始选自己想要的色调，女生就可以偏冷色啊什么的。但是锐化跟鬼影真的是，我不想再说了。还有多了这颗按钮可以干嘛呢？别急，今天呢就来带大家开箱这支 iPhone 16 Pro Max， 来看看它跟上一代有哪些差异，有哪些优缺点，又值不值得升级。在外观部分呢，这次颜色我选了白色，我觉得它跟15 Pro Max 比起来呢，就是更白了一点。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就是15 Pro Max 这边是灰了一点，然后黄了一点嘛。那这次呢比较偏纯白，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白色。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实外形是没有变的，就是你两只手机摆在桌上，没有人可以分得清楚哪一只是15，哪一只是16。但是的确呢，这支16是有大一点点，就是真的只有一点点，基本上感觉不出来。然后在镜头的部分也完全一模一样。那这次呢，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的侧边按钮，它是相机控制按钮那这个按钮是 iPhone 16全系列都有的。那这个按钮非常特别，就是它有非常多玩法，你可以用滑的，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按的。然后它按的又有分轻按跟重按。那它最基本的用法呢，就是你按一下，它就是相机打开，然后再按一下就是拍照。那轻压的话，就是可以调整焦段。那你调整完之后，就可以直接用滑动的方式去调整里面的数据。那轻压2下的话，则是可以调整一些像缩放啊、景深或者是曝光等等的功能。那我觉得这按钮适应之后，其实还蛮好玩的，因为它还蛮灵敏，然后你拍照也很方便。尤其像是你横拍的时候，你这样就会有点像是相机的那种操作方式。那里面呢，其实功能还蛮多的。如果大家有想要看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而且这颗按钮还不止这样子因为现在还没有 AI 功能进来嘛。等到 iOS 18.1 AI 功能进来之后呢，它平常也可以当成是一个相机搜寻按钮。例如说你今天看到一个包包啊、一个衣服什么你很喜欢的话，就可以快速的用这颗按键来搜寻它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有点像是 Google Lens 加上相机的功能啦。不过呢，也要稍微提到这个按钮有一个小小的疑虑，就是它有可能会误触。就是这次呢，苹果原厂他们为了这颗按键设计了一款手机壳，然后它那款手机壳的这个按钮它是用蓝宝石玻璃，它就可以直接传导。那因为那个传导很灵敏的关系，如果你今天是放在口袋啊、放在包包里面的话，就有可能会误触。那再来呢，大部分厂商的壳他们这边都是会做一个侧边开孔嘛。那这种开孔呢，你就要特别注意它的深度还有开孔的大小，因为如果你的壳如果太厚，然后这个洞太深的话，你有可能没有办法使用它全部的功能，就可能滑动不灵敏啊什么的。但是像是这个 Casefinet 的壳，它就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壳本身就很薄，然后它的这个开孔也非常精准，像是你要滑动啊或者两段式按压都完全没有问题。iPhone 开箱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装壳，我个人最爱的就是透薄壳，因为 iPhone 颜色就是要透出来才好看啊。今天来介绍来自日本专精透薄手机壳品牌 Casefinet， 现在只要在日本 Google 搜寻，就可以看到它排在搜寻结果的第1位，是日本目前超人气的超薄极简手机壳品牌。那为什么连日本人都爱不释手呢？例如他们家的这款 Frost Air Ultra 手机壳，装上 iPhone 之后就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不夸张，这真的是我用过最接近裸机感的手机壳。那我最 appreciate 这款壳的理由呢，除了它很薄之外，就是它让 iPhone 的美自然的呈现出来，就是不会喧宾夺主，然后几乎像是不存在一样。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别的厂商绝对不敢做的，它完全没有 logo， 都要做透薄壳，当然就是要让重点回到 iPhone 自己本身的光泽、颜色，还有经典的苹果标志啊，还有它这个雾面处理材质，还有特别的柔性涂层，不止抗刮抗指纹，它的手感也非常滑顺，每次拿起来都会有一种怎么会那么好摸的感觉，就是质感又更加分了。然后大家看，包含它上面的这些开孔，像是音量键啊，或者下面的扬声器的开孔都非常准，可以感受到那种强迫症的感觉。另外呢 Frost Air Ultra 也有提供有 MagSafe 的版本跟没有 MagSafe 2个版本可以自由选择。通常我在介绍手机壳的时候都不会特别提到它们的外包装，可是 Casefinet 不一样。日本怎样？最爱有仪式感的包装了，就是你可以从这个包装啊，然后打开的那个过程仪式，感受到对方的心意。光是从它的盒子就非常有质感，它是这种有特殊压印的纹路，整体呢也是走一个极简风。那你把它打开之后呢，里面就有附一张小卡，整个非常贴心。那好消息，现在 Casefinet 官方直送台湾免运费，所以不用担心运费的问题。如果你喜欢这种低调极简又高级的感觉的话呢，现在到 Casefinet 官网使用折扣码 AppleS165就可以享有5%折扣优惠。
那网址我放在资讯栏还有留言区，赶快去看看吧。那再讲到相机镜头的部分，这支主镜头还是维持4800万像素。那拍起来呢，我们一开始以为跟15 Pro Max 差不多，但是后来发现它的演算法其实有改耶，就是特别在肤色处理的部分蛮明显的，就是比较红润，然后色调稍微黄一点点，然后整个脸看起来就比较有立体感。因为大家看15 Pro Max 那边常常脸好像就是一整片，然后就很平的感觉。而且呢，15 Pro Max 看起来会比较冷一点点。但是整体来说，其实没有差到非常多啦。我觉得尤其是在室外强光下，那个差异蛮明显的。但是室内就差不多。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是它演算法调出来的肤色还蛮不错的。就有一个亚洲女生来说，虽然她肤色有变得一点点黄，但是因为它变得比较有立体感，所以看起来就比较有质感，就很像相机拍出来的。在这边呢，还是要讲到我对它这个锐化的问题，真的是蛮失望的，就是完全没有改善。应该很多女生用 iPhone 拍照都有这种感觉吧？就是你拍照的当下，你看那个荧幕其实是很正常。然后皮肤看起来也很好看，可是你拍完之后点开相簿，你的皮肤就瞬间变很烂就我真的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很大的落差，变成我每次自拍完之后看那个照片，心情都会很差。总而言之呢，就是锐化的部分没有改善，而且果影也没有改善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测到晚上拍照的部分，但是据说果影是完全没有改善的。那这是在超广角镜头部分呢，从1200万像素升级到4800万像素，然后就支援自动对焦。那你把它开到4800的时候，它的细节就会更多。就是当你今天要拍一些风景啊、大型的场景，像是演唱会之类的，这个效果都会蛮不错的。但是就是记得要把这个4800打开。如果你今天是用预设的1200万像素下去拍的话，就会跟上一代其实是差不多。那在长焦镜头部分一样是维持5倍光学变焦。那前镜头部分也基本上没有变，我觉得它的锐化也是有一点严重，然后肤色呢也是改的比较红润一点。那这次相机另外一个大亮点呢，就是它可以拍摄 4K 120F 慢动作的影片。那这个功能呢，就是你可以非常简单的拍出电影感的片段，而且你回放的时候还可以去调整速度，就是从50、20，然后20%都可以调。所以大家如果出国旅游啊，或者是去餐厅想要拍一些片段的话，也可以试看看这个功能。当然呢，它非常适合影片创作者，真的是出门就带这一支就够了，就很适合拍一些特写啊，然后一些店家的片花什么的。那这支相机还有个全新的摄影风格功能，那这个功能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滤镜了，但是它比滤镜又更细，就是它里面呢其实已经预设好几个色调让你去选，然后里面你可以再去选色调还有明暗的程度，那你想要冷一点啊、暖一点啊，或者是不同的效果都可以进去选择。而且使用上我觉得非常的直觉，就是蛮简单的，感觉一般人也可以上手。还有最棒的就是这个功能事前事后都可以调整事后你在相簿里面都可以进去调整这个功能，但是目前呢看起来是没有强到说可以拍出一个什么富士色调啊，或者是徕卡色调这样子，因为它已经帮你设定好有哪些主题你可以去选择了。那这个功能其实也有针对不同的肤色进行优化，可能有些女生会追求冷白皮啊什么的，你就可以进去调整。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看更详细的教学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我就再另外出一个相机教学这样。那这次16 Pro 系列它的麦克风也是有更新的，就是如果你有在拍 vlog， 然后你会在户外录音的话，就蛮好用的。他们宣称是这个录音室等级的麦克风就是你现在录完影片之后，你进到编辑的画面，它上面会有一个混音的选项，里面呢就有4个选项可以调整，分别是画面内，然后录音室跟电影级。我想要吃拉面，吃什么馄饨？天气那么热，你们都吃热的。那画面内的话，它就是会把画面当中的人在讲话的声音留下，然后其他部分的噪音可能就会稍微减少。我想要吃拉面，吃什么馄饨？天气那么热，你们都吃热。那像是录音室的话，它就是会把周遭那种杂音去除。例如说，你今天在拍 vlog， 可能有镜前镜后的人物在对谈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功能。我想要吃拉面，吃什么馄饨？天气那么热，你们都吃热。那至于电影级的话，就会创造那种环绕的效果。我想要吃拉面，吃什么馄饨？天气那么热，你们都吃热。所以如果大家有要拍 vlog 啊，或者是对谈的那种影片的话，这个功能也是可以好好玩玩看。那至于在语音备忘录的部分呢，他们说这次16系列它是会有一个多轨录音的功能，但是我现在点进去是看不到的。如果大家知道怎么开启那个功能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总体而言，我觉得这次相机升级的幅度对于一般只是拍拍照的人来说不是很大，就是可能只有色调上面一点小小差异啊，或者是 4K 120 frame， 其实这个功能也是蛮小众的。就是用的人也不多，主要就是有这个新的相机控制按键，然后一些小东西可以玩。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可以玩东西变多了，然后我可能要去研究它要怎么用啊什么的。可是对于一般人，平常就只是拍照的人来说，这是它的硬体并没有很大的升级。再来下一个呢，我们要讲到大家最关心的散热还有续航力的部分。
这次 iPhone 16全系列他们的散热都是有重新设计。那我们直接呢就来告诉大家我们实测的结果，就是我们早上呢在户外拍了1个小时，今天外面非常非常热，然后那个正中午有热到35度，我整个全身大汗呢。那我们就实测一些功能，像 4K 120 frame 啊，然后拍照啊、录影什么都有，我觉得算是非常极端的测试啦。然后呢，这个变量就从刚出门的74%，过了1个小时之后呢，掉到54%，也就是说1个小时掉了20%。那这个短暂体验下来呢，我自己凭良心讲，我觉得比15 Pro Max 的散热更强。我们需要在室内进行录影实测，用 4K 60 frame HDR 录影15分钟，这中间它都没有降萤幕亮度。那比对之前15 Pro Max 录影大约3分钟内就会降亮度了。那结果最后呢，16 Pro Max 最高温度是44度，比对之前的15 Pro Max 最高会到50度哦，这个差距是真的蛮明显的，散热真的改善很多。那测完之后，手机虽然会温温的，但是状态比上一代好很多。那至于长时间的续航力的话，我觉得要再用久一点再来跟大家回报。再下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次 iPhone 16发表会上一再提到的 AI 功能的部分。AI 呢 ？AI 在哪里？怎么买来了没有 AI？原来还要再等1个月啦 ，AI 功能，像是有协作啊、图像生成或者是新的 Siri 都要再等一阵子。那这个部分呢，最快是英文版下个月 iOS 18.1就会跟着推送出来了。那其实我现在已经有在实测 18.1 的部分，我觉得一般人应该最常用到的会是它的修图功能，而且那个修图功能你不用调到英文也可以修，它就有点像是擦笔，你就涂一涂就可以把路人修掉，或者是修痘痘也可以。那到时候更新之后，我觉得散热或续航也会是一个实测重点，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至于中文版的部分，官方是说还要等到明年。所以如果你今天买新的 iPhone 是为了 AI 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再考虑一下了，因为搞到明年出完之后17都要出了。那最后呢，我们来讲到价格的部分。那 iPhone 16 Pro 的话，它是有128GB 到 1TB 的选项，起价是台币36,900元。那16 Pro Max 的话，则是256GB 起跳到 1TB 的选项，那起价是44,900元台币。那我这次买的是256，我觉得256够啦，算是够，但是你可能1-2年还是要清一次里面的相片。那这次的售价其实是没有变的，就是跟上一代都一样。那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到底谁适合换16 Pro Max 呢？我觉得老话一句，就是我觉得起码隔个2-3代以上换过来16都会非常有感，而且这一代又是比较稳定的一代。像是如果你现在拿12系列啊或13系列升上来，像是新的按键啊、新的散热啊，或者之后的 AI 功能，可能都会蛮有感的，就蛮多新东西可以玩的。那后续呢，我们在1个月新的也会跟大家分享我去旅游实际的这个耗电量啊，或是实拍的照片，因为我下个月会去日本，所以就蛮期待它用1整天下来到底够不够用啊，或者是拍照录影什么的耗电情况怎样。所以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次的 iPhone 16的看法怎样呢？你们会选哪一个机型跟颜色？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如果你们想要看更详细的这个相机拍摄按钮的介绍啊，或者是风格档的介绍，也欢迎留言。好，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